乌军海马斯火力覆盖布良斯克俄军据点，乌军远程无人机重创俄罗斯达达斯坦炼油厂，并损坏俄罗斯最后一条通往欧洲的燃气运输管道。库尔斯克本周战线总结，乌军重新控制马赫诺夫卡等地。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摧毁20辆俄军装甲车。乌军坚守托列茨克，精准打击俄第2联合武装集团军指挥所，扰乱俄军战术行动。乌军重夺库拉霍沃失地，并在赫尔松主动出击，战线向前推进1000米。北约军队集结波兰，德国组建国土安全部队。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远程打击。其一，布良斯克州，据 ABC 新闻报道，乌军向布良斯克州的克雷莫夫斯基区发射多枚海马斯火箭弹，目标直指当地的辛尤尔科维奇村，现场随即传出连续爆炸。有消息称，该区域内隐藏有2个俄军据点，于是乌军发动了至少2轮覆盖式火力打击。俄罗斯方面随后回应了此事，其布良斯克州州长博格马兹证实遭遇了袭击，但没有透露俄军的损失状况。不过，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该地区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多栋建筑物毁于一旦，地面上到处散落着武器残骸。其二，达达斯坦共和国，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克兰发射无人机攻击群袭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1200公里的俄罗斯达达斯坦夏卡姆斯克的塔纳科炼油厂。目击者和流出的现场视频显示，来袭的无人机和俄军防空系统展开了近2个小时的交火，炼油厂场内和周围响起了数起爆炸声。该厂的员工也进行了紧急撤离，但俄罗斯方面否认了炼油厂遭到破坏的事实，还强调火灾的画面是来自于厂内的安全演练。看到俄罗斯死不承认乌克兰又发射无人机袭击了该炼油厂附近的夏卡姆斯克机场，并导致其紧急关闭。值得一提的是，塔纳科炼油厂是俄罗斯境内规模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能源基地之一，每年可加工1600万吨石油。2024年4月，乌军无人机就曾摧毁了该厂的主要加工装置，这修复还没多久就又被摧毁，这种打击对俄罗斯能源设施来说是致命的。其三，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此前使用地域无人机导弹对阿纳帕城市的袭击，重点打击了土耳其西天然气运输站，这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最后一条燃气运输管道。加上2025年乌克兰正式终止了俄天然气的过境协议，这意味着莫斯科和欧盟的能源联系已开始走向终结。此外，1月12日，据萨拉托夫州州长罗曼布萨尔金称，恩格斯机场油库已经连续燃烧第5天，3个大型油罐被毁，6个油箱受损，约80万吨燃油遭到损失。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的筹码，乌俄两军在库尔斯克战场可谓是精锐云集。乌军一方参战的有第1坦克旅、第14机械化旅、第17重装山地旅、第22机械化旅、第36海军陆战旅、第38炮兵旅、第47、54、61、65独立机械化旅、第80、82、92、95空中突击旅、第116工兵旅、第117和129国土防卫旅，以及其他一些营级战斗群、特种部队、电子战部队等。俄军一方则包括第76和106空降师、第1近卫坦克师、第18摩步师、第1428摩步团、第1国际旅、第15摩步旅、第155、810海军陆战旅、车臣阿赫马特204特种团等。仔细看就会发现，乌军参战的部队除了2个国土防御旅外，其他要么是重装机械化旅，要么是北约旅、空突旅，其多为进攻型部队，像列兵旅和机步旅几乎没有，可见其与俄军决战的意图和决心。截至目前，乌军仍控制着约 443.54 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在1月12日战斗中，乌军更是向俄朝联军阵地发动了更多的突袭。据图片报报道，在苏贾方向，乌军在无人机和火炮支持下，成功阻击俄军装甲工事后，就趁势发起了局部反击，快速向马赫诺夫卡一带突击。乌军最终反退2公里，重新控制了周围数个据点。目前，乌军已将俄军全部赶出了附近的森林区，开始清理俄军防御阵地，构建新的防线。此外，华盛顿邮报1月11日报道的越境战斗和乌克兰安全局审讯的2名朝鲜士兵也有了新消息。前者是乌军第67机械化旅在库尔斯克与苏梅的边境卢拉夫卡西部击退了企图进入乌克兰的俄军步兵，而后者据乌克兰安全局和韩国情报部门证实，被俘的2名朝鲜士兵口供显示，朝鲜部队在俄罗斯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1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称，他们在库尔斯克作战中缺少食物、饮水。
另一名被俘的朝鲜士兵则称，朝鲜当局以接受培训为由，将他们送到了俄罗斯，而等他们抵达后才被告知要参与战斗，这与泽连斯基此前的声明一致。这或许也是俄军为什么在库尔斯克战场一直进行80人战斗小组人海冲锋的原因之一，旨在用最低代价在朝鲜士兵反水前最大限度消耗乌军实力。对于如何处置朝鲜战俘，泽连斯基1月12日表示，希望与金正恩达成换俘协议，换回乌克兰战士。只不过被俘的2名朝鲜士兵，其中1人表示不愿回去，想要留在乌克兰。如今距离1月20号仅剩1周的时间，这是俄方最新规定的击退乌军的期限。但从战场情况看，短期内把乌克兰打出库尔斯克是不太可能了。乌军很好的利用了这块缓冲区的价值。2025年，双方对这块俄罗斯土地的争夺可能还会更加激烈。同时，在乌东方向，乌军也与俄军进行了激烈对抗。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阵地报报道称，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公布了1月8日至9日在哈尔科夫地区战斗的影片。据影片显示，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出动 T72、T80坦克装甲旅，在博罗瓦东北部从4个方向向乌军阵地发起突袭。战斗期间，俄军试图用电子战系统来保护坦克和装甲车，但依旧遭到了无情打击。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士兵发射无人机、反坦克导弹以及提前部署的地雷，全歼了来袭的俄军装甲纵队，摧毁了20辆俄军装甲车。幸存的俄军步兵则开始慌忙后撤，远离战场。据该旅发言人称，这是俄军近几个月来首次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机械化攻击。顿涅茨克州恰索菲尔战役进入第10个月。1月12日，驻守当地的霍提西亚集团军表示，俄军正在向这里集结数辆不详的装甲车，而乌军一辆无人机在发现并传递情报后，对其中一辆俄军装甲车进行了自杀式袭击，将其摧毁。在东南部的克里什基夫卡方向，乌军第93旅和第5突击旅还联合行动，击退了俄军的装甲进攻。与此同时，在托列斯克战线，乌军第28机械化旅也同样在坚守阵地。早些时候，俄军朝这一地区增兵，凭借兵力优势缓慢向前推进，而乌军则依靠火力优势、地形优势，编织火力陷阱，迟滞俄军推进。尤其是火力军此前提到的军刀遥控武器平台，乌军已将其投入战场，来抵消人数劣势。该遥控武器平台的 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火力凶猛，射击精度高，完全能应对俄军的小规模渗透作战。即便被摧毁，也能够保证人员安全。据开源情报披露，经过3天连续的防守反击，乌军收复了市区内多个街道，目前在克林姆斯基矿区北部地区和该市的一些小型外围地区进行抵抗，而俄军仍在持续增兵，大部分城区沦为灰色地带，双方的争夺已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在阿瓦迪夫卡，有消息称，乌军第47旅使用廉价的 FPV 无人机击落了价格差20倍的俄军沙赫的无人机，目前该消息还在确认中。如果得到证实，这将又是乌军无人机系统创造的新奇迹。之前乌军无人机、无人艇还曾打掉俄军价值数千乃至上亿美元的直升机和防空部队。此外，乌军第45旅的炮兵部队还在该方向前线使用海马斯集束弹药击毁了俄军的萨姆防空阵地。红军村方向，乌总参谋部1月12日报告称，乌军对于诺沃罗迪夫卡的俄军第2联合武装集团军指挥所进行了高精度空袭，详细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但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军对前线俄军指挥部的打击旨在使俄军指挥混乱化，扰乱俄军战术行动，而此前对位于顿涅茨克后方俄军第8和第3军团指挥所的打击，则是为了削弱俄军后勤力量。在前线，俄军由于无法完成对红军村的半包围，只能向周围行动，攻击速度明显放缓，而乌军则继续摧毁俄军装甲车辆和人员。据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截至12日晚10点，乌军击退了俄军52次进攻，清除189，击伤188名俄军，并在亚塞诺维村附近击退了俄军迫击机械化突袭，摧毁1辆俄军坦克和2辆俄军装甲车，俘虏至少6名俄军士兵。库拉霍沃方向，据诺尔报报道，1月12日，乌军效仿在库尔斯克反攻势的战术，利用冰冻的地形绕过了雷区，于凌晨时分发起反击，收复了泽列尼夫卡一带森林地区。在战斗中，乌克兰还俘虏了至少7名俄军士兵。该地区战斗目前仍在激烈进行。在杨塔恩，1月12日，俄军第10坦克团、第323和225摩托化步枪团对这里发起了攻势。目前该地区处于灰色地带。总之，如今的库拉霍沃是乌军形势最为严重的战区。俄罗斯不止一次宣布完全拿下了该区域，但均遭到了乌克兰的否认，并表示乌军仍然在火力发电厂一带阻击俄军的攻势。现在，乌军成功完成了一次反击，无疑有效缓解了战场的局势。在乌南，目前赫尔松左岸是整个乌东前线乌军唯一主动进攻的战场。据俄罗斯 UBV76 军事频道报道，乌军如今不仅阻击俄军第61海军步兵旅，
在科扎茨基岛、江津岛和扎比奇岛建立了桥头堡，还适时在克林基方向组织并发起装甲车渡河作战。报道称，1月12日，乌军又将战线向东南方向推进了约500到1000米，控制了波伊马和皮沙尼夫卡2个定居点。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750人，总伤亡达到808250人。而且从装甲数据看，俄军装备确实不多了。战场上新组建的俄军突击旅所使用的简陋装备根本扛不住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0日援引谢尔盖·别列杰夫的话，报道称，波兰很可能正在筹划针对俄罗斯的全面战争，并进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列别杰夫指出，北约正在把大量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运往波兰，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事实上，自去年12月中旬，相关消息就已经被爆出。当时有视频显示，载有北约武器装备的卡车车队出现在了法国的 A63 高速公路、德国马格德堡以及波兰的西维诺乌伊西切港口。基于掌握的这些信息，列别杰夫发出警告称，北约向波兰调动武器装备的规模远超俄乌冲突前北约对乌克兰的武装。引用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的话，就是当俄罗斯发动对欧洲又一次入侵战争时，波兰和北约盟友必须迅速消灭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武装力量，以解除后顾之忧。为此，波兰十分赞同特朗普要求的将 GDP 的5%用于国防的请求。据《金融时报》报道，波兰是距离实现该目标最近的北约成员国，目前已将 GDP 的 4.07% 用于国防。而且波兰地理位置处于北约的战略前沿，加上俄罗斯仇深似海，在10大仇俄国家中仅次于乌克兰，排名第2。因此，北约开始将主要军力全部聚集到波兰，以防俄军对北约国家展开进攻行动。与此同时，今年1月1日，波兰还接任了欧盟轮值国，在此基础上，其继续推动并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截至目前，波兰提出了16项制裁措施，其中就涉及俄方的能源等。预计这些草案将会在2月24日通过。相应的，北约对波兰的乌克兰援助基地也增加了更多的保护。如德国方面宣布将为波兰的热舒夫援助中心提供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基辅的军援物资。此外，对于德国自身来说，他们也正在组建新的军队，以应对当前的形势。据彭博社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发言人称，德国计划今年组建一支国土安全部队，负责保卫德国重要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以应对安全形势变化。报道强调，该部队由德国联邦国防军依照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命令组建，归属陆军指挥，由预备役和现役军人组成。该部队计划于今年4月1日组建完成，并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军方预计部队最终人数达上万人，其职责是在发生紧急防务事件或危机时，负责保护港口、铁路设施以及军事工业区等目标。在和平时期，这支部队则将承担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救援和防范恐怖袭击等任务。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拥有3个师，每个师约有2万名士兵。按照北约的集中指挥体系，战时德国陆军的这3个师可能会被调往国外作战，而新组建的这支国土安全部队将留驻德国境内，负责国土防卫。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重启了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后的核反应堆。根据此前的开源信息显示，该舰的满载排水量达 2.586 万吨。不过，自1999年起，其便一直处于维修状态，但实际的维修工作却是从2013年开始。升级改造的主要目的旨在提升该舰的打击能力。其将配备10套舰载通用发射系统，每个系统可携带8枚口径或镐玛瑙巡航导弹。此外，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早在去年12月下旬，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就曾在尚未出海的情况下，已经启动了核反应堆，并完成了相关的消磁作业，且计划在今年夏季开启试航。如果一切顺利，可能会于2026年实现交付。而且由于该舰完成了升级改造，在其正式移交该国海军后，将至少服役30年。据日媒日经亚洲报道，日本防卫省将为新一代 HTVX 货运飞船安装先进的红外传感器，以测试从太空监视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根据报道，HTVX 货运飞船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研制，
主要承担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任务。按照日本计划，第一艘 HTV-X 货运飞船将于2025年9月搭载日本 H3 运载火箭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然后这艘飞船将在近地轨道上飞行约1年时间。在此期间，日本将发射模拟高超音速导弹的靶弹，用于测试 HTV-X 搭载的红外传感器，探究其能否探测并追踪高超音速导弹的红外特征。从数据层面来看，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超过5马赫，飞行轨迹也比常规弹道导弹更低，并可以任意改变速度及方向，侦测和拦截的难度极大，现有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抗。再加上地球曲率的存在，致使传统的陆基远程预警雷达其探测范围也会有盲点。因此，日本方面觉得，如果能够利用卫星从太空向下探测，将会尽可能的减少遗漏的几率，而且一旦有所发现，还能够提前做出预警，这样才有足够时间进行拦截。但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要想成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其难点还是在于如何做出提前预警。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防卫省曾提出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探测系统的探测方法，并计划将搭载有红外探测系统的无人机投送至探测目标更近的空域，随后保持长时间滞空探测，以实现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早期预警。而此次利用 HTV-X 货运飞船测试的红外传感器技术，就是在为未来的近地轨道卫星星座做准备。除发展针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探测和拦截系统外，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早在2018年，日本防卫省就立项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确立了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的研发路线。其中，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将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其体积和尺寸较小，适合从先进战机上发射，计划于2030年实现列装。而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则细分为2个阶段的研发计划，其在2026年实现列装早期装备型，其采用圆锥形气动构型弹头，并安装有小型尾翼，可调整飞行轨迹。其二，在2028年实现列装性能升级型，其将采用更为先进的成波体弹头，并可进行复杂的机动并轨。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日本全面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的计划，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则认为，这将会使整个远东都纳入其攻击范围，目前已对其发出严重警告。据国防博客的报道，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计划在今年向英国陆军推销其研发的投石索120毫米迫击炮。报道称，投石索迫击炮系统是一款采用120毫米迫击炮的自动化系统，其采用整合式射控系统与快速架设机制，使其可装载多种4轮装甲车上，如悍马、豺狼等。也因此，该系统可在30秒至1分钟左右完成部署、发射和撤离现场过程。而投石索迫击炮系统的性能，据悉其可采用射程约7公里的一般炮弹，也可采用精度较高的导引多用途弹药，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16发，等于不到4秒钟就可以射击1发炮弹，可有效快速打击阵地内或者移动中的敌军目标。目前该系统已获美国、丹麦、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使用，此次向英国推销，除了提升英国地面部队战力外，更希望与英国促成工业合作。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对外宣称，美国海军于去年12月宣布的下一代中频电子干扰系统，已达初始作战能力，能满足海军舰载机电队和EA-18G电战中的后勤需求。据悉，新一代的电子夹舱为 AN/ALQ-249V1，其被部署在林肯号航空母舰，其隶属于美国海军第133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电战机上。去年8月，美国海军将该电战中队连带新夹舱一起投入了在红海地区为期5个月的战斗部署中，实测了夹舱的作战能力。据公开资料披露， AN/ALQ-249V1 电子夹舱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的新款电战夹舱，在美军下一代干扰机系统中属于中频段系统，能够执行复杂的电子攻击任务，甚至包含网络战能力。其功率据称比现役旧款的 ALQ-99FV 强上10倍，且还能够从空中向远程系统植入代码，主动干扰能力非常强大。对美国航母打击群而言，挂载远距离电子干扰舱的 EA-18G， 搭配隐身且能担任空中指挥部的 F-35战机，美军编队将能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世界任何地点，执行突入作战。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被俘朝鲜士兵的诛心之言将对战场产生什么影响？金正恩会同意泽连斯基的换俘要求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